这个男人被父亲支配童年，却成为了人类最强司机。别人是车王与车神，而他就是汽车本身，没有娱乐，没有情商，甚至没有休息与生活，只有永不停歇的赛车模拟器。但正是如此疯魔的热爱，才铸就了这辆会自己说话的无敌大红牛。欢迎来到车谈故事，从本期开始，将为你解锁汽车人马克斯·维斯塔潘的故事。1997年9月，维斯塔潘出生于比利时的哈塞尔特。他的父亲乔斯是一名 F1 车手，母亲苏菲也曾是卡丁车赛事的冠军。在这样赛车氛围浓厚的家庭，潘子爱上赛车只是时间问题。4岁时，他就拥有了第一辆定制的儿童卡丁车，6岁就能在自家花园跑完一个完整的模拟赛道。2003年，父亲乔斯退役后，便将所有的心思投入到对他的培养。彼时的潘子尚且懵懂，并不知道这对自己的童年意味着什么，只知道从那天以后，自己的生活就只剩下比赛和训练，1周6天，除了握着方向盘的时间，他都在训练体能或者分析数据。难得的空闲里，会有心理医生来训练他的抗压能力。没有动画，没有游戏，卡丁车与模拟器就是他接触到唯一的活动，也彻底定格了他对空闲时间的理解。7岁参加青少年锦标赛，战胜比自己大4岁的对手，开启了维斯塔潘对赛道的统治。9岁包揽比利时迷你组21站的全部冠军。13岁征战世界卡丁车锦标赛 KF3 组别，1年内斩获4项冠军。16岁在卡丁车最高级别成为最年轻的世界冠军，获得红牛青训主管的关注，称其赛线选择和油门控制已经是 F1 的水平。人们惊叹于他的天赋，却不知道这个怪物级的新人已经是个征战赛道10年的老将。也是在这个阶段，他时常会在赛道上遇到一个眼神忧郁摩纳哥车手。虽然维斯塔潘多数时间都能带走胜利，可后者却从不会让自己轻易超车，也从不惯着自己霸道的驾驶风格。这些小小的 incident 也让潘子牢牢记住了这个叫勒克莱尔的车手。当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，未来的两人还会相爱相杀多年，可能更不会想到汽车人和第4会成为如今 F1 最经典的2个梗。当时的他还在专注于 F3 的比赛，驾驶一辆老旧款的赛车，却还是在首个赛季就惊艳夺冠，没有磨合，没有适应，更没有怯场。潘子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地统治了方程式赛道，只因这些比赛在他的模拟器中已经完成了无数次。人们质疑他的情商，调侃他的人机发言，却唯独忘记了他从6岁起就接受着堪比职业车手的训练强度，甚至更多。在他的童年回忆早已填满了无数个失败、失误、撞车的案例，而他需要做的只是坐进赛车，然后扛起车跑。恐怖的实力也让红牛相信 F3 与 F2 的比赛对于潘子已无意义，唯一能令他感到挑战的只有真正的围场。而在这里，维斯塔潘的统治征程才刚刚开始。